這個小龍蝦三明治啊，其實比我想象中的那個肉還來得多。它的火腿啊跟蛋相对的比我想的還要再更厚，而且口感跟味道来得更好，有點像吃面团的感觉。就是我覺得也算是少數評分蠻低的產品。我覺得它這個醬料蠻好吃的，它真的有一點點像那個鹽水雞的那個醬料，很道地哦，超級好吃的。它跟一般的霸王已經就是外面市面上買的霸王已經基本上沒有任何的差別。大家好，我是 Jesse。那我們這集的話就要錄 Seven 這期的第2集影片。這集的話主要是小吃類，因為一般我們都常介紹的是便當跟麵包類。那這一次我覺得很多小吃類新出的，我們就一一幫大家介紹。好。那第一個要幫大家介紹的是一個 Seven 這一期新出的小龍蝦沙拉飯糰，這個是用小龍蝦肉去做的。對，小龍蝦在台灣比較少，在大陸比較多。它是這樣子，我們就幫大家試試看看這個小龍蝦這個三明治。這個小龍蝦三明治啊，其實比我想象中的那個肉還來得多。因為大家看這個，我以為會是就是很多的時候，那種龍蝦的相關三明治，它會混很多洋芋。結果我蠻意外的是，它這個裡面竟然都完全沒有洋芋，就是單純的沙拉醬跟龍蝦肉。雖然說小龍蝦單價可能比真的龍蝦還要低啦，但是我覺得以它給的餡來講的話，算很有誠意耶。然後它的肉還算是蠻 Q 彈，還算是新鮮，所以有蠻濃的芥末味道，所以它吃起來會有一點微嗆。但我覺得還是蠻刷嘴的，還算蠻好吃的，至少。他給的這個內餡的這個小龍蝦肉算是非常有誠意，很扎實，很豐富。然後小龍蝦配上芥末的提味，我覺得這個 CP 值算高哦，然後也還算蠻推薦給大家的，還算蠻好吃的，味道有，然後小龍蝦肉又很 Q 彈，很好吃，很推薦給大家。這個小龍蝦三明治，大家可以有空去買買看。再來是這一期的2個這個鮭魚類的御飯糰，我們先幫大家介紹這個是炙烤鮭魚腹御飯糰。鮭魚腹的話，通常我們熟知的鮭魚腹都是比較大塊的，那我們幫大家試試看看這個鮭魚腹御飯糰。可以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鮭魚腹御飯糰，裡面確實跟以前的鮭魚腹御飯糰不一樣，就是以前有一些鮭魚腹相關是給小碎塊，這次確實是給一整塊，蠻大塊的塞在裡面，算是很大塊哦，大概是御飯糰的大概40%的面積大。只是呢，跟這個圖片比起來啊，讓我有一點覺得意外的是，它裡面這個鮭魚腹的這個鮭魚啊，它是熟的，不是生的。因為照片看起來是生的，我也期待是生的，因為我其實比較喜歡吃生的鮭魚，大於熟的鮭魚。它也不難吃啊，但是熟的稍微的口感就沒有那麼 Q， 然後熟的會比較乾一點點。但是至少它這次鮭魚腹給的算大塊，所以這個鮭魚腹御飯糰的話，跟大家提醒一下，它是熟的鮭魚肚，不是生的哦。所以你自己再去評估看看，說你會喜歡吃熟的還是生的。如果是我，我會比較偏好生的鮭魚肚這個御飯糰。接下來一個是炙燒明太子鮭魚御飯糰，這是炙燒明太子類的。那我們也幫大家看一下，那這個它有提到炙燒，也不知道到底是生的還是熟的，也有可能是就是一點點炙燒，半生不熟那樣，也有可能啊。等一下吃以後，大家吃上就知道了，幫大家試看看。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是炙燒明太子御飯糰裡面我吃到一半的。它的話，它的那個鮭魚呢也是熟的，但是我覺得這個味道比前一個好的是，他們其實只要是熟的鮭魚，我覺得吃起來都有一點像。對，因為其實生的鮭魚的話，鮭魚肚跟一般的鮭魚的生魚片，我覺得吃起來會有差，鮭魚肚會更 Q 彈，但是我覺得熟的吃起來都很像。那這一個的話，我覺得它味道比前面好的是，它加入了明太子。讓整個鮭魚變得就是不是只有鮭魚味，整個提味起來那個味道升了一個檔次，我覺得比前面那個好吃很多。然後明太子有一些那種魚卵的那種小口感，也在提升一點點。所以整體來講，這個炙燒明太子鮭魚御飯糰的話，我覺得比前面好很多。對，但是我還是比較偏好生的鮭魚啊，這個算是我覺得我會再回購的一個御飯糰。前面那個我覺得我不會回購，因為前面那個我感覺一塊熟的鮭魚片放在裡面也沒有其他任何調味。這個的話還有明太子的這些味道去幫你提味去調味，我覺得不管是口感的層次跟口味的層次都比前面來的更好，所以這個的話我算推薦。前面那個我可能會略過。接下來是這個是明太子火腿厚蛋，它是跟星宇航空聯名的這個
明太子火腿厚蛋，它這個包裝看起来就是有一塊很厚的這個火腿蛋，但打開的話，裡面其實是一個飯糰，它是一個海苔的這種夾飯糰，就是一個握飯糰啦，應該說是海苔的一個握飯糰，幫大家試試看看。吃完這個明太子火腿厚蛋，其實這個比我想象中還好吃哎，它的火腿啊跟蛋相對的比我想的還要再更厚，而且口感跟味道來得更好，尤其是它的火腿。那火腿其實還蠻有彈性的，火腿是屬於很厚很好吃的那一種火腿。那蛋的話就是蒸蛋，但是它其實做的還蠻厚的。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小小的缺點是，它吃得到明太子的口感，但是呢，明太子的味道可能被火腿跟蛋有點掩蓋掉，有點吃掉了，所以明太子的味道反而很少。但是它的明太子的口感是有吃得出明太子醬，但是我覺得整體來講的話，表現還是很好，因為它的蛋跟火腿其實表現蠻出色的，所以這個我覺得其實是一個不雷的，甚至比很多有含像什麼雞腿的這些握便當或是這種握飯糰還來得更好吃哦。這個是我覺得，就是蠻意外的，跟我一開始想的覺得，這就是一個普通的一個蛋的飯糰，比起來的話，它其實超乎我們的預期，我覺得是一個不錯。以火腿的彈性，還有蛋的這種口感，還有最後明太子的這個口感，我覺得吃起來是我覺得超乎我想象，是我會回購、會推薦的一個產品哦。再來的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是蔥鹽蒸雞蛋白麵，這是這一期 Seven 推出的一個蛋白麵，因為它有很多的像雞胸肉啊，還有2顆蛋。然後，所以它就是主打這個蛋白質含量比一般的還高，但它的話就是一個冷的，我覺得算是偏涼麵的，幫大家試試看看。吃完這個蔥鹽蒸雞蛋白麵，我覺得它這個醬料蠻好吃的，它真的有一點點像那個鹽水雞的那個醬料，然後把它混合在麵混起來的話，麵的彈性也很好，很 Q 哦，很好吃的一個。有點像是涼麵，它應該也算是涼麵啦，所以這個醬配這個涼麵，我覺得是很好吃的。但是呢，這個雞胸肉呢，這一次給的雞胸肉，我覺得有點過乾，其實是蠻乾的，就是沒有那麼有彈性，有點太乾柴，然後沒什麼味道。因為以往有吃過類似其他的一些這種雞胸肉的這些便當或是涼麵比起來，這個雞肉我覺得表現得不好。但是它的蛋的話就還算蠻新鮮、蠻 Q 彈的，然後麵我覺得很不錯。就這整個蛋白麵裡面，我覺得這個雞胸肉表現不好，其他不管是麵的彈性啊、蛋的口感、口味啊，還有麵的味道，整體我覺得都很推。只是這個雞胸肉有一點點小敗筆，但是很多人可能會因為這個雞胸肉決定會不會去買這個。但如果是我的話，因為雞胸肉關係，我可能就會去買其他口味的涼麵或者其他口味的拌麵的，這個是比較可惜的一點。不然的話，其實它麵跟蛋是還不錯的。再來是一個他們這期出的一個台灣小吃是清蒸筍香肉丸，對，它這個是一個肉丸，而且給大家看一下，打開的話，這個肉丸啊，以它的色澤跟它的這個形狀，其實是很道地的哦。這個肉丸啊，打開的時候就可以聞到很重的這種，它是有點類似蒜泥醬嗎？還是蒜濃醬之類的？我們幫大家試試看看。因為味道很重的醬料，有時候尤其是蒜味很重的，我就有時候特別鍾愛，幫大家試試看看。這個肉丸啊，其實很道地哦，超級好吃的。它跟一般的肉丸已經就是外面市面上買的肉丸已經基本上沒有任何的差別。只是呢，據我所知，肉丸其實有分2派，一派是油皮是很 Q 彈的，然後另外一派皮是比較焦脆的，就是有點脆脆的，烤到有點焦脆感的。那這個是屬於 Q 彈，不帶焦脆的。那就看大家是哪一派。我是2個都可以，我都覺得還算蠻喜歡的。它這個醬料就像我們剛剛說，一打開就可以聞到很重的這種蒜香。它的這個醬料搭配這個Q 彈的這個外皮，真的超刷嘴的，就是可以一口接一口的。尤其這個醬料真的超刷嘴。然後裡面的筍乾啊，還有裡面的肉啊，其實也做得非常好吃，而且非常新鮮。那肉的話，我覺得一個不一定是每個人會喜歡，就是它肥肉蠻多的。我剛剛吃了幾口，覺得好像蠻多肥肉，瘦肉偏少，所以這個又分為1、2派啊，就是喜歡肥肉跟喜歡瘦肉的差別。這個就沒有正確答案啦，就大家自己去評估。那我吃這一顆，不知道是剛好還是怎樣，我覺得它肥肉是算蠻多的。肥肉的話，我也不排斥啊。所以其實這整個肉丸，它的醬，它的外皮很 Q， 然後它裡面的肉還有筍絲也都非常脆口，非常新鮮，非常好吃，味道也非常好。所以這整個肉丸，我覺得
如果你想吃肉圓，因為肉圓我知道不一定很好買啊，其實基本上應該說比較難買。那除非你是住在一些肉圓名店旁邊，不然的話，如果你想吃肉圓又找不到地方的話，看到 Seven 這個肉圓真的可以買看，我覺得這個算蠻推薦的。再來的話是Seven 這一期出的一個蔥抓餅，它是這個獨享的這個起司跟蛋的蔥抓餅，對，它就是3起司蔥抓餅，对，那它的包裝是這樣子。那我們把它倒出來以後變成這樣子，那我們就幫大家試試看這個蔥抓餅跟一般我們在外面夜市吃的蔥抓餅啊，或是有早餐店有些有賣蔥抓餅，吃起來有什麼不一樣？幫大家試試看看。吃完以後可以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是它包裝的圖片，這個是實際的圖片。我覺得這個蔥抓餅就比較不 OK 了，就是我覺得有一點點小雷，因為它的照片啊，圖片看起來皮薄餡多，那這個是呢？皮多餡薄，就是基本上你可以看一下，這基本上都是皮，然後餡大概只有占1/6至1/7吧，就跟它的包裝封面看起來差蠻多的。包裝的話，餡至少占1半，然後它的皮有點過厚，因為過厚的關係，咬起來太多麵粉感，就是麵粉感很重，然後還有這個麵粉感的味道吃掉所有的餡的味道。吃起來，老實講，我很老實跟大家講，吃起來就是吃一團麵團的感覺。那它裡面的像它有說它的起司跟蛋吃不太出來，包含口感跟味道都吃不太出來，所以這個呢有點像吃麵團的感覺。就是我覺得也算是少數評分蠻低的產品，所以大家可以避雷一下，我就不多說了。我覺得這個就不推薦了。最後一個是這一期出的一個小點心是五穀椒鹽排骨酥，對。一直以來 ，Seven 有出一些像就是韓式炸雞或幹嘛的，但是排骨酥比較少，而且它是五穀的排骨酥，但其實看起來就跟鹹酥雞沒什麼兩樣。幫大家試試看看，看這個吃起來感覺是怎麼樣？吃起來其實就跟鹹酥雞的味道很像，但是它的口感還真的跟排骨酥蠻像，它比較偏比較軟一點的口感，排骨酥就可以吃到蠻完整這種豬肉的口感，它沒有像雞肉的纖維那種感覺。我覺得整體還不錯，就算是它微波也不會說味道跑掉或是過濕，也有可能我剛微波完趕快馬上把它倒出來，不會影響它口感。這個排骨酥我覺得跟夜市買的會有一點差，夜市的還是會可能比較脆口，比較新鮮，然後比較有彈性。這可能因為微波冷凍加熱的關係，稍微彈性沒有像夜市那麼強。但是如果你偶爾想要吃排骨酥，然後又不想要有骨頭的話，這個是一個選擇。但你說很推嗎？我覺得沒有到超推，因為如果再有其他像韓式炸雞這些選擇在 Seven 這些冷藏包裝裡面選擇的話，我會選擇其他的肉類，像是韓式炸雞或者其他鹹酥雞，我有吃過會比排骨酥好吃，但是它不雷，但是沒有特別出色，沒有太多亮點。這是我吃完這個五穀排骨酥的一個感想。大致上這集 Seven 第2期的品項我們都介紹完成了。那這集的話 Seven 的品項就都有公布在官網，那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到各大超商去選購。那我們這集就到這邊了，謝謝大家。